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币圈女人的频道。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币圈赚钱的策略，以及各种协议代币的介绍跟研究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的通知。这期影片将简单介绍 Trader Joe V2 版本 Liquidity Book 流动性订单簿以及 V2.1 的更新内容。Trader Joe 原来是在 Avalanche 上的一个 DEX， 然后现在它来到 Arbitrum 跟 BNB Chain。那这一次我们主要针对它的流动性进行介绍。我们看到 V2 Pools 这边，以以太跟 USDC 来举例。首先看到这个 0.15%， 第一个它是每次交易的时候会产生 0.15% 的费用，那作为流动性提供者赚取的就是这个费用。第二个是它每一个挂单的价格间距会是 0.15%， 就有点像网格量化交易，选择等比间隔，每格的差距是 0.15%。 那以此类推，我们看一下下面 Arbitrum 跟以太的池子 0.2% 就代表每次收取的费用是 0.2%， 以及每个价格区间的差距是 0.2%。 再来是这个 liquidity， 代表了池子里面资产的美金价值，接着是24小时的交易量，还有24小时的交易手续费，以及以目前的交易手续费和目前的流动性美金价值去计算出来的24小时 APR。 这边大家要注意，这个 APR 真的只是参考用的，因为新版本跟原来50:50的流动性池不同，原来是你只要在池里面就可以分到交易手续费，但现在是你提供的流动性要在它的交易范围内你才会收到手续费，如果你是在范围外的话，没有产生实质的交易，你是得不到手续费的。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池子详细看一下。一进来是管理的页面啊，但是我们先看分析页面。大家可以看到池的分布图，也就是这个下面一根一根的柱子啊。我们放到上面以后可以看到，比如说这一根以太价格1885的，里面有 38.606 个以太。然后再看绿色的价格1843，里面有 42,850 的 USDC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交界处，也就是价格1871这里面有 36.97 个以太和 9.26 的 USDC。 按现在这个情况，如果市场上有人买进 36.97 个以上的以太，那价格就会前进到下一个柱子，也就是1874这里，继续消耗上面的以太。那如果有人在市场上卖掉了价值 9.26 以上的以太换成 USDC， 价格就会往下移一个柱子到1868，然后继续消耗这个1868价格里面 62,316 的 USDC， 每消耗完一个就会往下继续。那你提供流动性的时候， Uniswap 是给你一个 ERC721 的 NFT 啊，但是 Trader Joe 是给你很多 ERC1155 的 NFT。那每一个 ERC1155 的 NFT 就代表一个柱子，这样就保证了每个人，比如说我今天添加流动性，而且是添加在价格1871这里，我收到了1871的 ERC1155 NFT。 那别的人添加的时候，他同样也是添加在这里，然后收到的是同样名称的 NFT。 但是大家知道 ERC1155 它是有数量这个属性的，所以如果大家的流动性都在价格1871这边，那他们就可以叠加起来。简单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你添加的流动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。我们来到区块链浏览器，我随便找了一笔别人添加的记录啊，大家看到他这边添加了 0.43 个以太以及1733个 USDC， 然后他收到了那么多的 ERC1155 的 token， 这边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一个柱子。来，我们回到分析页面啊，往下看，这里有每一个柱子的交易量，交易必须发生在你有参与的柱子里面，手续费才会变成你的收入。举例来说，一共有100个价格1890的 ERC1155 token， 那这100个里面你占有一个，那你就会得到交易量466698乘以 0.0015， 这个是交易费用，然后除以100，因为你占1%嘛，你在这根柱子里面会得到$7的手续费。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交易量目前都集中发生在哪些价格柱子里面。
这样你提供流动性的时候，作为参考，你需要把价格设定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才可以尽可能多的去获得手续费。我们回到管理页面，现在大家看一下左上角这个15 bps 是什么意思？15 bps 代表15个基点。我们常常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会听到加息50个基点，那其实每一个基点代表 0.01%， 如果加息50个基点就是加 0.5% 的利息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15个基点代表每一个柱子之间的价格差距都是 0.15%。 右下角策略这边，除了现货 SPOT 策略，其他3个系统自带的策略都是无法进行调整的。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一下系统自带的3个无法调整的策略。首先第一个是 Curve， 那它左右是各5个柱子，流动性是从中间向两边递减的，那它资金的利用效率是很高。但是可以看到，我们以15个基点的池子为例，它正负只有 0.75% 的波动，最适合极低波动的一个市场。那调仓频率也会非常的高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涨超过 0.75% 或跌超过 0.75%， 价格就会离开你的范围了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调仓。再来是 Bid Ask， 它同样也是左右各5个柱子，流动性是从中间向两边递增的。那因为它的流动性集中在两侧，所以资金的效率和无偿损失是中等。调仓频率因为它也是5个柱子，所以左右各 0.75% 也是很高的。那它适合低波动的市场，然后是在一个窄幅的范围，使用平均成本法去交易。最后是 Wide， 左右是各25个柱子，流动性是平均分配的。那和前面2个策略比起来，它的资金效率和无偿损失就低了很多，调仓的频率也算中等，那它适合中等波动的市场。但是其实我们以15个基点的池子来看，左右也是涨跌各 3.75% 而已，所以调整的频率也会是较高的。那基于协议自带策略的这些特点，我个人认为这些策略不适合一般使用。虽然它的资金效率呢比原来传统的 Uniswap V2 高了很多，但是相对的整个风险还有调仓的频率都比较高，所以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去使用。大家可以使用 SPOT， 也就是现货模式，设置一个你认为适合的交易范围。比如说我不想要频繁的调仓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范围设得宽一点，这样市场波动的价格就不容易离开这个范围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2.1 版本的更新内容。第一个是 Auto Pools， 未来 2.1 版本会有自动运行的做市商策略。刚刚我们看到，虽然系统自带的这些策略资金效率很高，但是因为价格范围很窄，所以市场的价格很容易离开这个范围。那将来如果有这样一个自动化的流动性策略执行工具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自己频繁的去调仓了。例如它将要运行一个基本的做市商策略，当波动率较低的时候，让流动性集中在活跃区间附近，也就是把流动性集中在我们刚刚看到成交量较大的这些柱子上面。再来，如果随着波动性增加，它会自动的去增加柱子的分布数，比如说从左右各5根柱子增加到各10根柱子，这样波动的范围就从正负 0.75% 增加到正负 1.5%。 那它这个策略输入的数值是时间加权的平均价格还有波动率，从而输出的策略就会改变价格的放置位置以及柱子的多寡。再来是 SJO， 也就是它的质押代币，质押之后可以分得协议中的部分交易费用。那比例在这边，稳定币是 0% 到 5%， 其他的稳定币或者是质押资产，比如说 STETH 这一些是 10% 到 25%。 主流代币跟网络代币，比如说以太、AVAX 这些是 10%， 山寨币是 15% 到 20%， 长尾资产是 25%， 也就是更小众的代币。第3个是无需许可的池子，也就是说将来任何的代币都能够与 Trader Joe 白名单资产建立一个流动性池。第4个是费用优化， 2.1 版本的合约是经过升级的合约，可以降低 30% 到 40% 的 gas fee， 并且将来会自动将手续费存入产生交易的流动性订单簿的柱子里面，我们不用再手动去领取了。那这个从 V2 版本到 2.1 版本的迁移是逐步进行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有 migrated 黄色字样的池子是正在迁移到 2.1 版本，其他的池子都暂时还是 V2 版本的。最后是在未来会有限价单的功能，将来只需要将资产存入流动性订单簿，等待到达目标价格成交之后，直接会收回兑换资产还有交易费用。这个其实就像交易所的挂单啊，只是我们在交易所就算挂单，我们也需要支付交易费用。
但在 TraderJoe 挂单，你还可以按你挂单大小占比去收取交易费用。那这就是今天对 TraderJoe V2 版本的简单介绍，还有 2.1 版本的更新内容。影片的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这集影片有给到你任何的帮助，希望你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作为鼓励。不懂的地方，会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代币协议，欢迎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次见。